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2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875.74，收盘价是869.74，盘中最高价是在877.20。最低价是到达了858.89，在盘中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依然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861.44万股。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也是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的趋势中继续回档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22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锤子线，与前一个交易日生成的 K 线的线型是相同的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多头的回档中。现在呢是在一个相对低的一个位置。那锤子线是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锤子线。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在 K 线信息的解读当中曾经提到过，就是如果这个锤子线连续出现，并且呢第2个锤子线带有很大的成交量，那几乎可以确认，如果说在接下来一交易日是开高走高，几乎可以确认这个股价是要反弹的。那我们会看到在8月22日虽然连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锤子线，但是它的成交量呢并不是说抱有大的量，而是出现了量缩。那这样一来为股价后续的反弹带来了不确定性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有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会发生反弹，收盘价会收在922。但是呢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890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股价会出现叫做下行，那收盘在884。它的条件呢是股价在盘中是不高于897。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。那第2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收在895。对。好，那实际我们会看到在8月22日它的收盘价是在869.74。那虽然说与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的下行方向一致，但是呢这个收盘价的这个值呢相差的还是比较多的。那最重要的是它还有本质的区别，就是我们预测虽然出现下行，但是收盘价呢会收在884，也就是会收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而实际在8月22日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
然后股价出现下行，那收盘在869.74，是收在了20均线值的下方。那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为股价继续下行啊，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呢，目前的目标就是要跌破855和下方的838。838，我们先把这个水平线加上。838实际上是7月29日这个绿 K 的最低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，838呢是这个一星二阳上涨架构第2个长绿 K 线的最低。那么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，只要在这个上涨架构后续的股价不跌破这个第2个上涨绿 K 的最低，那么这样一个一星二阳的上涨架构的动能呢，就依然会存在。所以对于这个点838，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被跌破，那我们会看到几乎是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 M 头啊会被确立。那么后续啊股价将会出现下行，也就是会建立，我们会看到一旦跌破838会出现底低的下行趋势。对，但是呢，如果后续股价没有跌破这个838，那继续出现横盘，那股价呢还有可能继续向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838呢作为股价下行的一个目标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当然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强支撑，就是855，是这条水平线。那现在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，它将作为我们日内的一个观察线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延伸去说，如果838被跌破之后呢，后续股价的目标，我们认为一定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对，那当然在这期间还有很多的支撑位。那我们等股价跌破了838之后呢，我们再进一步去分析股价的下行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。那股价如果在8月23日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应该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在8月23日我们测算是在888到895，在这个区间。那我们呢现在把上方这个水平线下移，这个水平线是902，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定义的在8月22日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我们把902下移到985，我们也取当日8月23日当日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对，好，那么说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股价会有进一步的反弹。当然进一步的反弹的目标就是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。那如果股价后续再站上919，就是这个水平线，我们才能称为股价这一波回档的反弹成功。那反弹成功呢，股价才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。所以对于股价的反弹，我们在8月23日日内，
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再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，它是我们前一期视频定义的20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好的，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在8月23日，如果股价不向下突破855这个水平线，也不向上突破819，那么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么在这个横盘区域内呢，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就是这个895这条水平线。那它将决定股价在横盘的区域内的走向，也就是站上5均值呢会横盘向上，如果不能够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也有可能会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的后续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压力位就是前高877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那第二个压力呢，是一个压力区间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它有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886到887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刚才提到了，是从888一直到895这条水平线。然后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893到896。那我们把这3个均线值合并之后，它是一个压力区间，是从886一直到896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宽的压力区间，然后再向上就是这个缺口是905到901，当然再向上就是919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压力区间呢，我们把它画出来，我们画一个矩形，作为日内的一个观察，是在896到886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，在8月23日，我们会看到这上方是有一个非常重的压力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说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858，然后是855，我们说的这条观察线，然后再向下是838。那再向下呢，我们还想给出一个支撑，就是818，我们会看到是7月28日这个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发生反弹。如果股价发生反弹，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902，也就是到达回补上方缺口一半的位置，然后最低会回踩到876，收盘会收在898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反弹的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872的。
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发生这样的向上的一个反弹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那如果是横盘呢，股价有可能会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最低股价会回踩到842，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新低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72，最低是842，最高是87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64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虽然判断它会出现一个横盘呢，但是呢，它可能股价会有一个深度的回踩。对，那出现这样的可能呢，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呢，也为股价日后的反弹呢，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23日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